如果平时你比较留意健康食品，那姜黄这个成分应该早有耳闻。但如果你想到超市里去选一款姜黄，可能就开始困惑了。那瓶子上有的标 turmeric， 有的标 curcumin， 有粉状的，有胶囊状的，含量上有的标8000毫克，有的标60毫克，这差别有点大的离谱了吧？我究竟应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最后我还会和你一起分析几个加拿大市场上非常热门的姜黄产品，它们适合什么样的人？这个在别的视频里可不多见，记得要看到最后。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我是课代表 Tim，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我们呢还有一个官方网站，网址是 livepluscanada.com，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所以记得收藏。人们对姜黄最多的误解是，因为姜黄里有一个姜字，所以常常被人们认为是生姜里提取的一种成分。其实呢，姜黄和生姜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姜黄和生姜外表的确有点像，因为它们是近亲，都属于一个家族姜科植物。不过切开的话，两者相差还是挺大的。那生姜里面是淡黄色的，但姜黄的里面是很明亮的橙黄色。在超市里面，生姜产品一般在包装上标注的英文单词是 ginger， 而姜黄的包装上标注的是 turmeric。它们的应用范围就更是差别巨大了。生姜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止晕止吐，因为它能够增强胃的动力，加快胃部的排空，不至于让食物积在胃里导致呕吐。所以晕车、找上干呕和孕早期的妈妈可以带上生姜片或者是生姜咀嚼片应急。而北美常见的晕车产品品牌 Gravel 就有一款是用生姜提取物制作的。姜黄的英文名字呢叫 turmeric。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调味和调色，比如咖喱里的橙黄色很多就来自姜黄。那姜黄里面的有效成分叫姜黄素，英文呢是 curcumin。如果你在包装瓶上看到这两样东西，就说明它们都是姜黄系列了。那购买的时候，无论瓶子上标的是 turmeric 还是 curcumin， 你都要记得最后起作用的是 curcumin， 也就是姜黄素。所以最好是比一下姜黄素的含量有多少，同等价位的情况下，买 curcumin 含量更高的，而不是买 turmeric 含量更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姜黄素的健康益处。姜黄素的第一个重要功效就是抗炎止痛，尤其是慢性炎症。现代医学认为呢，慢性炎症是诱发各式各样慢性疾病的罪魁祸首之一。姜黄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可以降低人体出炎生物标志物的浓度，增加抗炎介质的水平。所以关节炎、慢性疼痛、消化道疼痛这些典型的慢性炎症类疾病都可以使用姜黄素。那2型的糖尿病人也可以用姜黄素来起到健康辅助作用。另一方面呢，姜黄素可以减轻疼痛，最常见的就是骨关节炎导致的关节疼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关节养护产品都会添加姜黄素的原因。那接下来，姜黄素的功效是保护肝脏。姜黄素的强大抗炎抗氧化能力对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氧化应激和免疫系统紊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2大特点。有研究表明呢，每天服用1000毫克以上剂量的姜黄素有降低谷丙转氨酶、改善胆固醇和肝纤维化的作用，还能通过调节脂肪代谢，抑制脂肪肝进展，从而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造成的肝部损伤。第3个作用是姜黄素为对抗癌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几年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等官方机构都在密切关注着姜黄素对癌症的积极作用。目前普遍的结论是，姜黄素可以干扰多种细胞信号传导的途径，意味着姜黄素可以在调节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当中起到一些作用，尤其是在针对结肠癌、口腔癌和肝癌的方面。一些早期的研究使用姜黄素作为传统癌症疗法的辅助手段，发现接受化疗和放疗的患者氧化状态得到改善，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而且几乎没有副作用。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研究陆续出现。姜黄素的第4个重要作用是预防老年痴呆。我们知道大脑里有一些重要的营养因子，这些营养因子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不断受到炎症和氧化损伤的侵害。另外，大脑里的蛋白质也会受损，产生的一些碎片在大脑里沉积，学名呢
叫做大脑中淀粉样斑块蛋白质的缠结。举个可能不恰当，但其实还挺形象的例子，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大脑一团浆糊，而姜黄素可以通过血脑屏障作用于我们的大脑，清除这些斑块，并通过抗炎抗氧化的能力延缓大脑退化的进程。第5个重要作用是改善抑郁，姜黄素能提高大脑神经递质的水平，比如血清素和多巴胺，从而改善抑郁人群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所以姜黄素不仅能缓解身体上的疼痛，还对缓解精神上的疼痛挺有帮助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市场上的姜黄素应该怎么选。好多朋友对制成药片或者药粒形式的产品有比较高的戒心，所以最常见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直接吃姜黄粉？但在姜黄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是希望用来改善健康，课代表还是建议直接用补充剂，而不是姜黄粉。原因呢有这么2个。第一个，姜黄粉里的有效成分，也就是姜黄素太低了。根据生长季节和产地的不同，姜黄粉里的姜黄素一般只有3%到8%，也就是1勺姜黄粉里的姜黄素也就100毫克左右。而要起到改善健康的作用，一般至少需要500毫克姜黄素才行。第二个呢，姜黄粉里的姜黄素单独使用是很难被人体吸收的，平均只有1%到3%。能被人体有效吸收。那这2个3%叠加，如果你想用姜黄粉来提升健康，基本就是补了个寂寞。所以为了提高姜黄素的吸收率，不同的厂商也想了不少的办法。那目前比较主流的方法有3种。第一种呢是添加黑胡椒，因为里面的胡椒碱可以把姜黄素的吸收率提升20倍左右。那第二种是做酯化处理，这个酯化处理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可以很好的提升营养素的吸收率。那第3种是用纳米化技术把姜黄素打小，从而更容易穿透细胞膜，进而提高吸收率。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3种主流方法对应的产品。那第一个是来自专业品牌 Pure Encapsulations 的 Curcumin 500， 这是典型的添加黑胡椒的产品，采用的呢是一个叫 Curcumin C3 Complex 的专利成分。那市场上还有一些品牌也采用的是这种专利成分，很多也直接在包装上清楚的做了标示。那说到这里，我来解释一下这个 C3 Complex 的概念。那姜黄素补充剂都是通过对姜黄进行萃取和浓缩生产出来的。这个萃取和浓缩的过程一般会产生3种类型的类姜黄素，分别是姜黄素 C1， 也就是标准的姜黄素，那这个呢通常占到80%的比例。第二个类型叫去甲氧基姜黄素，有点绕口啊，叫姜黄素 C2， 简称 DMC， 这个比例一般占到18%。第3个类型叫双去甲氧基姜黄素，也叫姜黄素 C3， 简称 BDMC， 这个比例呢只占到2%。那从功效上来说，姜黄素 C3 的比例最小，但效果最好，当然价格也最贵。Curcumin C3 Complex 的名字就是来自这个概念，意思呢是说里面有合理配比的姜黄素 C1、C2 和 C3。那这种专利成分的临床研究也是比较多的，反馈也都很积极。另外，因为上市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性价比很高，用于日常保养是非常好的选择。Curcumin C3 Complex 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的活性成分类姜黄素比例很高，达到了95%，也就是说1粒胶囊里面的类姜黄素达到了450毫克。而像这种产品，虽然瓶子上标的是8000毫克，但那其实是指萃取加工之前的原始材料重量。按20:1的提取比例，1粒胶囊最后含400毫克的姜黄提取物，但因为类姜黄素的比例是25%，所以其实1粒胶囊含的类姜黄素仅有100毫克，听得有点晕啊。但是如果你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商品标签，你就会发现这款产品看上去更便宜，但如果比较它们里面的有效物质，那这个的1粒就相当于这个的4粒半。这么算下来，这款标价50多加币的专业产品其实更划算。那说到底，1分钱1分货还是有道理的。当然 ，C3 Complex 类的姜黄素有一个问题，因为用来提高吸收率的黑胡椒会影响很多药物的功效，所以如果你有慢病，长期服用一些药物，就不太推荐这种姜黄素了，而是可以考虑下面这2种产品。那这2种呢，一个是来自专业品牌的 Thorne， 这个采用的也是一个专利形式的姜黄素，叫 Meriva， 通常被认为是第2代的姜黄素。特点呢是将姜黄素与磷脂相结合，形成与细胞膜相似的结构，也因此更容易打入我们身体的内部发挥作用。那 Meriva 姜黄素里头不含黑胡椒，所以也不用担心与药物产生交互的作用。那另外一个是 Natural Factors 的 Seracumin， 这个产品还挺有意思的，它是经过纳米技术处理的专利型姜黄素。简单讲就是把姜黄素弄小了，弄到多小呢？
具体数字是从普通姜黄素的22.75微米缩小到0.19微米。我这么说你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啊，我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缩小的程度差不多是把篮球那么大的姜黄素缩小了乒乓球那么大，这基本就是孙悟空的72变了。但是带来的作用呢，就是姜黄素可以更好的吸收，另外让本来脂溶性的姜黄素也能溶于水。下面这段视频就显示了 Serocumin 溶解于水的特殊机能。那左边是普通的姜黄素，右面是 Serocumin。你可以想象，右边的 Serocumin 进入人体之后，是不是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那 Serocumin 自己的介绍是，它的吸收率是普通姜黄素的42倍。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 ，Serocumin 用更少的剂量达到更好的效果，也不需要黑胡椒辅助，所以非常适合一些慢病人群，像关节炎啊、肝病啊、糖尿病啊、大脑退化人群作为长期使用的选择。那另外呢，网上有一些抗癌症的配方也首选了 Serocumin。那 Serocumin 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几乎没有味道或者气味，而且因为有很好的水溶性，所以可以直接添加到饮品当中。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没办法吞咽，可以直接把胶囊拆开，添加到饮品里服用。那需要注意的是 ，Serocumin 的标注含量要比普通的 Curcumin 低很多。像这款产品每粒含有60毫克，具体怎么折算有效成分没有统一的数据啊。那按厂商的计算方式呢，实际上的功效相当于300到400毫克的类姜黄素。第四个要介绍一个主要应用于专业领域的姜黄素，来自 Peak Professional Formula 的 Curcumin 3。我们前面提到了，只占到姜黄素提取物2%的姜黄素 C3， 也就是 BDMC， 效果是最强的。但市场上普通的姜黄素产品不会对这个 BDMC 的含量做特殊的处理，而这一款呢含50%的 BDMC， 因此也更多用于癌症的辅助治疗，但每天的服用数量要达到5粒。那最后说一下服用姜黄素时的注意事项。姜黄素总体是非常安全的，耐受性也很好，很多临床测试是基于4颗姜黄素甚至更高的剂量。那日常保养的话，只需要按照建议服用剂量就可以。那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姜黄素可以刺激子宫的收缩，所以孕妇就不要服用姜黄素了。另外，如果你有凝血机制障碍，也就是流血的时候不容易止住，那也不太适合服用姜黄素。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那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面找到产品的对应链接。那想提醒您的是，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